怎么道理到了你这儿就开始装糊涂了呢？谢怀安，你现在告诉我，以你的聪明才智，你是能抵得过虎贲的拳头，还是能快过他们的刀？啊！你得活下去，只有你才能覆灭虎贲。你若真觉得对不起我，就背着我的死去杀了燕凤山。等你真正覆灭虎贲的时候，才算替我报仇。我本就是个读书人，能让我像英雄好汉一样死去，值了。子林，再等等，再等一等。子林，别哭了，怀安兄。有你大功告成之日，给我垫一杯清宫酒，足矣。保重。来！我就在这里，不躲也不藏。要想杀了我，就得先追到我。抓住他！我为你跑100步，这100步之内我一定不会被抓。这段路就当我为你送行了。谢怀安呢？他已经出了藏兵箱。这垃圾的，能骗过我，算你有点本事。告诉我，你原本的名字，好给你立个碑啊。
潘子陵，凌云之志的凌。凌云之志，可惜了，最后满身皱纹，死在那阴沟里。我与文冲要走的路，废帝无恙。我会告诉他，有一个这么尸骨不化的家伙，还记挂着他。你的信，他一定会看到。慢点啊！再见。你能保证吗？我当然能保证。那你可以给我写信报平安吗？不管你去到哪里，都写信给我，让我知道你每一年都平安。她明明是你亲妹妹，你却送给别人家团聚。隔着这3里路，你在这儿撑了7年船，就这么默默守着，你能守多久？不知道。但我希望他永远都别记起来。那晚，我倒在江头，看到有人在给你喂汤。小小的你，被一家人围着。关心着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就决定将你放在那户人家里。我还以为，我只要足够的谨慎，你就能好好的活着。琉璃，是哥哥错了。哥哥到时候还有爹娘，我们一家4口再团聚。
是白事儿。满城戒严，到处杀人，城门都易手了好几道啊！你，偏偏在朝廷变天的时候遇上这种事儿，世人皆苦，世人皆苦啊！公子，您请。做一尊牌位嘛。那做给谁？怎么写？王位，琉璃之灵位。凤山将军，多谢。你当初接受顾意的推荐进京，按计划，到最后应该是保萧门庆一命吧？是。为何？皆因一个误会。误会。当今天子软弱无能，他还不如不做那个皇位，不如索性去做个读书人。没错，他自己连自由都没有，若是能选，兴许他也并不想当那皇帝啊。可怜，可怜啊！为可怜人喝一杯。来，为可怜人喝一杯。为可怜人。干嘛啊？严凤山，不是说我1个月出来喝1个时辰了吗？1个时辰这么快啊？我还要喝，我还没喝够呢。我要回去，我要喝，我要喝，我回去。那时我才知，在严凤山的压制之下，他虽贵为天子，但实际上也只是活在笼子里的人罢了。再后来，我翻阅了许多他的文稿，看到了他写的4句话：愿为大夫者，明是非，不计利害；愿为兵将者，重家国，不计生死；愿为天子者，听民疾，不计荣华。如此，愿为百姓者，治田产，不计物价。尤其是最后一愿，虽说文笔差了些，但还是能知道，他心里是装着百姓的。是他当太子时候写的，确实是一片赤子之心。可惜啊，登基之后太过于软弱，被严凤山弹压多年，无法开一个太平盛世。
时移世易啊，现如今，应该没什么人想让他继续做皇帝了。只有我是那个尸骨不化的人。惠安兄，我准备了一封信，倘若我有什么三长两短，还请劳烦你交给他。 好，你是知道他的下落吗？我不知道，可他一定也在看这片月光。不是，你这一天天的到底经历了什么呀？啊？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？ 这事情也没办咋呀，啊？小贱人，你怎么了？想什么呢？我遇见我哥了。你哥是谁？萧武阳。你竟能全身而退。他又没想要杀我。 他都认不出我来，但更奇怪的是，我居然也没有想要杀他。按道理来说，他夺走了我的江山，让我沦落至此，成为了书童，从锦衣玉食到砍柴做饭，曾经是在天上，如今是在地下。我应该恨他呀。 但见到他的时候呢，我才发现，我对瓦子巷那个恶霸的恨，都比他多。唉，也许我真的没有这么爱这个江山吧。不爱江山，也没什么错嘛。可是，我身边也没有可爱的美人啊。 盯着我看干嘛呀？我现在身边除了你就是淮安，赵露也不在。哎，你别总这个样子，你现在这样我都不习惯了。我还是比较习惯以前那个贱贱的你。谢谢啊。这就对了。 什么意思？将军传信来，他说你犯错了。我会想知道袁凤山认为我错在哪儿了。城破时，你的部下没能带走飞敌，此为其一。飞敌在你侄儿手中，还就不能死。你不顾将军禁令，亲自下手不迟，私自的调了那么多人，全然忘记大局，
还折损了秦义。自为其啊，皇陵下没有你的位置了。伤得很重，我没敢请大夫，只是用了刘家的止血草药。命大，死不了。杏子，什么时候成家了？我也是个30好几的单身汉，有点钱的时候。 也不算检点。说起来，这些年，大人还真是很少来看我，更没想到大人会受伤。这一回，是有什么大事吩咐吗？你的车呢？在，我们马上挂靠在骑士的车马行里。能出城吗？能，手续齐全。带我出城。 大人，我给您包扎的时候，我看您身上带了过锁，还一定要我跟着去吗？你现在是我唯一可以信任的人了。当年你是跟我一起杀了我哥。 难道我对他动手，只是为了向大人您
纳头明说，好让自己能活下来。穷苦人家的一生，不就为了求活2个字吗？但你要想继续活着，你恐怕就得听我的，我又不会害你，不是吗？我去收车，得2、3日。2日之后，日落之时，延平门西边的巷口，我等你。好。醒子，帮了我这回，咱们2不相欠。等我出了城，永不相见。谢大人。大晚上的劈柴，不嫌吵啊？怎么了？我不就是想着帮忙吗？再说了，这又不是别人的院子，这是人家白婉姑娘的院子，白婉姑娘的柴。这和白婉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是说你大晚上劈柴，太吵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谢怀要拔刀的时候，人家白婉姑娘比你我都冷静。现在她需要人照顾，白婉姑娘比你我都细心，所以我想着劈柴帮忙。不像你似的，就知道在这。你说，这白婉和谢环是什么关系啊？总之和你没关系，啊。早点休息吧，明天还得接班。当然跟我没关系。哎呀，我现在是落难了，但想当年好歹也是个皇族，京都里各门贵胄间大大小小的事我也都知道，甚至有的都在场，譬如。谢环有个妹妹，这个妹妹满周岁时，有一件贺礼，特别的引人注目，是一个硬头黄竹雕护身符。昨晚我正好看见，你小点声，你说什么呢？你生不了传珍珠挺好的。公主，哎，洒了！我告诉你啊，把这件事情给我烂在肚子里。要是让我听到你在外面乱说，我打断你的腿。哎呀，环不想让他知道他是刘家人。他说刘家人都命苦。是命苦，还命短。万一他这次没挺过去，要是走了，我还得跑。你放心，环若真有什么闪失，我第一个让你陪葬。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因为你嘴欠。哎呦，他不会有事儿的。国师都说了，他能活到83岁呢。国师？哪个国师？就我父皇在位时候的国师啊，岑伟宗。岑伟宗可是有名的相士，所以他说了才准嘛。他什么时候算的命？
大概12岁的时候。12岁的时候，淮安正在逃亡啊，他哪有时间算命？我12岁的时候，国师给我算的呀。国师说我能活到83岁，那没有谢淮安的保护，我能活到83岁吗？那如果我活到了83岁，是不是就是他保护我活到了83岁？所以谢淮安也能活到83岁，啊？别担心啦，来。真苦。等天一亮，我就去办你交代我的事儿。但我能力有限，你的复仇一环扣一环，要想实成，你得醒过来，自己去办。看什么看？他这里就1个碗。哎呦，这姑娘家还真就是1个茶杯1个碗啊！他没事吧？他没事，还没醒，是我有事要出去一趟。你这个时候出去？小金和我说了，虎贲突袭了你们的院子，闹出挺大动静的。城中的巡逻肯定会更加严密，他们也不会再捣乱。你要是不放心，就让王校尉派人秘密盯着，不会有事的。好，你去办你的事，我去盯着。这面给你吃。要不你吃？可以吃。哎呀，嘿，哎呀，真香。以后你当书童，当厨师，嘿。这就是和我作对的下人。从今往后，我甘愿独立为寇。从前在太学府，你每次被先生责骂，就会抄上林符，好让自己的心里更舒服一些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一点长进都没有。你不敢用你自己的笔记，要是被有心人发现了，我们就会被盯上。而且阿木是我的书童，书童呢，没有必要写这些。那我该写些什么？你该写一封家书，就说京中生意渐好，回家还需10日。关于他和他的家人，我说给你听。
阿莫是我的书童，从小和我一起长大，一起上的族学。他的字带着我家的笔法，你给我记好了，以后你写字，凡遇撇折，手笔都要慢一些。他的妻子叫叶娘，是个渔家女，为人和善，烧得一手好菜。叶娘给他生了一双儿女，儿子6岁，名为小满；女儿4岁，名为楚冬。你们两个慢点跑啊！阿莫是温厚之人，知我所想，说要尽一份力，我答应了，可都是我的错。他现在本应该在返乡的路上，月底便能到家。他家在湖州城郊的一座小山边，3间木舍，一块不大不小的田地，准备吃饭了啊！好嘞。足够一家用度。他本可以安然无恙地度过一生。阿娘，今天有鸡蛋吃了。可是你把一切都毁了。阿莫，他葬在哪里？你没有资格知道。你再这么不作声的坐着，邻居大婶就该提着棍子出来了。啊，好，我下来。真好看，这什么料子啊？这是？别碰，我正在赶工呢。你要是弄脏了的话，人家是会扣我工钱的。好，我不配，我不碰。你这么看着我，就能把这生米煮成熟饭吗？能。哎，我来煮。吃饭吧。哎。还真煮熟了。刘子言回来了。不必担心，他号称是什么虎贲第一杀手，在我看来根本不值一提。昨天晚上我和他交了手了，
砍了他3刀，前胸后背左肩，差点就把他的头砍下来了。只可惜，后来让这小子逃了。那你呢？毫发无损。你的衣服怎么破了？我这衣服什么时候破的？我看看。不用不用，男女授受，先吃饭吧。我先前付你的银钱，就当做是昨晚3刀的酬劳，可好？自此，向刘子言报仇的事，你不必再为我舍命了。为什么？我绣一床喜被只能挣100文，绣一身喜服只能挣50文。我就算是再做上10年的针线活，也付不起你杀人的价码。我不要钱。我不要钱。别过来！你为何总跟着我？你很会杀人吗？如你所见，是的。我14岁开始做针线为生，这是我5年里攒下所有的银钱。这是那人的画像，我想雇你杀此人。你为何要杀他？我阿娘是缝衣匠，她每次做好衣服，都会送到客人的府上。那年冬至，阿娘冒着雪把刚做好的大氅送去了刘子言的府上，却被刘子言当作偷听情报的探子。刘子言把阿娘吊死在了家门口。阿娘死的时候，连膝盖都被剜走。这是定金，剩下的我日后必定补上。我杀人不是为了钱。定金嘛，先笑一个。你刚刚那段话是在心疼我吗？担心你。这有什么好担心的呀？答应你的事情，我一定能够办到。还有，今后别再说价码的事了。你已经付过了。今天菜还挺新鲜的，我今早刚去地里摘的，来看看。我要1颗。姑娘慢走。
哎，姑娘，看看纸鸢吗？这多少钱？2文钱。给。哎，谢谢。多挑挑，很新鲜的。假如你以后遇到危险的话，你就放一只纸鸢。我城里可多的是眼线，他们会告诉我的。谢谢大娘。亚里，哎，小青，你怎么不去找你？以后再也不买你家礼了。这丫头，怎么了？今天这是？谢谢姑娘，姑娘慢走啊，下次再来。蓑衣，卖蓑衣了，蓑衣。我们去那边，走。聪明啊，能认出外面是我的人。没人和你说过吗？不必每时每刻都如此惺惺作态。我呀，从小没有父母，在戏班子里被打大的。师傅们跟我们说，人活在世上，站在台上，一举一动，一颦一笑都是给人看的。若是有人看得不顺眼了，师傅们就要打我。所以我得时时刻刻注意我的扮相，不管是扮给谁看的。风筝飞走了，你可就走不了了。于大人死的那一晚，你一个时辰都不容我，又怎么会容我2天呢？你没有价值，与你同行的人自有他的价值。只不过是拿我当饵罢了。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
这是天医馆不让我们去探伤，和宫仙士心里忧急，只能将这仙灵挂上，寄托祝福。帝君若是能听到延续天宫传来的铃声，便知我们的心意。颜丹，你也挂一个吧。帝君到底是受了什么伤？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？天医说，帝君伤势关乎三界安宁，除了帝尊，其他人无权知晓。可我们不是其他人，我们受他照拂，与他朝夕相处，同喜共悲。如今他在天医馆，难道我们去上个药、去递个茶的资格都没有吗？说突发入骨，神之界亡，与妖魔又有何异？三界于我，同入掌中之物，如今就连一丧命之处，都难以寻觉。褪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，会走出一滴泪吞海银浪，执迷于遗忘，走到从此天各一方，走到你乡，回过头为我生遗忘。催眠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青紫落晚香，寂寞的汤烫出思念的伤，应元君，颜丹，洗尽纤尘仍有你依稀模样，轮转中为思念疯长。帝君小人，你快点回来吧。等你回来以后，我去找你拍把片，到时候我故意输给你，让你开心，好不好？还有你的批封我还没有还呢，我写的信马上就要开演了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你一定会回来看的。你是帝君，你不能食言。你是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平添一池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。你是遥遥天上一捧秋月容，只敢潇洒不敢浓。梦中有两人与共。与君别后，一生我下春与秋。颜丹，对不起，今日若与你相认回宫，来日命丧了，你更要伤心。日后世上再无亲离帝君姻缘，无人能护你了。肝肝在开人厮守。我是延续天宫的仙士颜旦，我知道帝尊已经下旨，不允许天医泄露帝君的半点伤情，可我愿意入天医馆，在帝君身边侍疾，麻烦您传达一声，帝君知道以后肯定会答应的。侍疾治伤，是我天医馆各医官的职责，何须假借你手？回吧，若有消息，帝尊自会下旨告知。帝君回天以后，我们既见不到他，也不知道他的伤势如何。延续天宫和宫仙士心急如焚，哪怕今日抗旨不遵，我也要见他一面。你来晚了，印渊帝君刚辞别了帝尊，下界散心去了。如今各宫的仙君也已陆续回宫，没空搭理你。什么意思？你把话说明白啊！
仙君，北冥仙君也回来了，他也在战场，一定知道应元君的伤势。元旦，你愣着干嘛呀？快去请天一。好。不必了。随军天一早已做了论断，就算是勉力开出药方，只能使他的痛苦更加久而已。仙君不是驾驭先手，只是在后方指挥吗？他怎么会伤成这样？他们中了魔军的埋伏，本帅赶到之时，仙君早已没了仙灵，受了魔界的噬魂剑，剑力入骨，神魂皆失，周身就像有无数毒虫跳动般的痛苦，估计活不了了。仙君，你还有什么要求？尽管说吧。给我一个解脱，杀了我吧！一定还有办法的，仙君不会就这么死。对，仙君不会就这么死的，一定还有办法，一定还有办法的。回魂丹，回魂丹，回魂丹！师傅，仙君，把这个吃完就不会疼了。来，杀了我！快杀了我！杀了我！雨墨，雨墨！师傅，师傅，杀了我！杀了我！快杀了我！师傅，师傅，杀了我！杀了我！有生之年看到小黑鱼化人，叫我一声师傅。这个愿望许的不划算吧？明明随时都可以实现啊！你疯了，雨墨！你干嘛？云南，既然已经没有办法，我们改变不了结局，我舍不得让师傅这么痛苦。可是如果仙君抱憾而终的话，你会痛苦一辈子的。我刚刚修炼成人形，以我的灵力，我无法救他。我有办法，哪怕只有1刻的时间，我也可以让你们相认。严丹，是我是严丹仙君，是我。于梦，快呀，快点儿！你是师傅，师傅，我已经修炼成人身了，但是我还是来迟了一步。我现在有名字了，我叫于墨。师傅，你是九旗。不吃，不吃。为师死而
师父，师父。师父，我会如您所愿，好好的活下去。就让我这片龙里永远陪着你。夏萱。君生上古，祭天立极，而今为万世开太平。上神天极子虚赵圣帝君，越级赤夷湾云帝君，元始长生大帝，冀都星君桓清及北冥仙君，陨没魔族贼子之手，吾痛心疾首，涕泪连连，追封冀都星君与北冥仙君，享上神哀荣。赐葬于神官陵之中，与圣灵先烈共存。此忠此诚，永世继承，不忘而报。为帝英灵，来心来阁。幼时，我初到仙界。因心中苦闷，池中环境又与故土大相庭径，身上生了很多怪疾，通体龙鳞脱落。在命悬一线之时，是师父用他的法器玉骨杵将其击碎，使我龙鳞恢复，得以保存真身。贤君这些年法器丢失。经常有上神在暗中讥笑他，嘲笑他庸碌无能。原来是这样。他是希望我能好好的活下去。我看见凡间的细折子上面写过：若有好人冤死，凡间便会下一场大雨，来冲刷世间的冤情。同时，亲眷的人也会因此得到安慰。可是，这天界有神仙公寓，有法器灵丹，有万千美景，却从未下过一场雨。天界没有雨雪雷电，亦没有喜怒哀乐。这里看上去很神圣，很庄严，实则非常呆板，并且冷漠。我的师父也只受上神虚名和一口棺木而已。往后的日子，这玄心崖也定会易主，而且世人就会像忘记酒旗一般，忘却了我的师父。他做了一切，终究是白白牺牲。不会的，只要我们还活着，就不会忘记他。
西风眠，弦歌断。流云不知斜阳倦。高楼不解流水愁。缘生灭，韶华却，几时休？斜阳照亮世间，只因世间是他所爱。哪怕不被任何人了解，亦无怨无悔。于墨，今日便让这玄心崖为仙君下一场雨吧。仙君，您放心吧，我会替你好好照顾于墨的。师傅，我知道你一定听得到。师父，我长大了，我会强大起来，再也不会让所爱之人离我而去。来，我的肩膀借你。我出生时便听说，四叶菡萏可以带来祥瑞。可是我活得平平淡淡，常被嘲笑丢了四叶菡萏一族的颜面。直到我遇到了你，我才发现一切都那么的与众不同。如若祥瑞之说都是真的，我愿意把所有的祥瑞全数转送于你，只要你平安归来，千万不要像仙君那样。这是我的腰牌。好，这是我的。你干嘛呀？仙君刚刚下葬，应元君又不知所踪，我有一堆事情要忙。你把我带到这里干什么？你这几日无精打采的，再不出来晃晃，这脑子都要闷傻了。我这一番苦心都还不是为了你，出来看看热闹，总比待在屋里强吧？真是来了好多人啊！是啊，好久都没这么热闹过了。这么多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仙娥，难道今日有什么大戏吗？这帝尊为了庆贺大战得胜，此次瑶池盛宴操办得格外隆重。更是广邀3界众仙，许多在凡界修行的仙族都受邀前来。你不是平日里总觉得天界无趣吗？指不定今日一见钟情，喜而忘忧，加上我的迷人法则，再凭你这张小脸蛋，轻轻松松就能断送我的小命。天条守戒就是情戒。唉，这不能生情成婚的是9重天上的天仙上神，这些仙族都是地仙，不受天条管辖。你以为这些仙娥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来干嘛？那一个个的一门心思想重获自由呢。今天这么热闹，如果应元君在就好了。他之前答应过我会来看我的演出，也不知道那天会不会来。瑶池盛宴乃是天界盛事，应元君从未缺席，到时候他一定会结束云游，重回天界的。既然是帝君要检阅，你更应该打起精神好好排练啊。东海龙王到！龙尊殿下，远道而来，还备这些厚礼，足见龙族富强。帝尊已经为您备好了歇息的暖殿，请随我来。带了这么多厚礼啊！这有来有往的算什么？我可听说啊，此次前来赴宴的宾客帝尊都备下了厚礼，这藏宝阁囤的是满满当当。待欢宴结束后，便将赏赐的宝物随天河运下，分发至各个地仙府中。藏宝阁，那可是个荒僻无人、
把手稀松的好地方。你想干嘛？哦，你是说盛宴结束之后，帝尊行赏之时，我们借此机会偷偷的溜进藏宝阁，把那个小仙龟藏在给龙王的赏赐当中，一同带到凡间。正是，真是天助我也。差点忘了，给你的邀请函，记得来看我们演出啊！我给你挑了个好位置，要在演出前在后台给我们加油助威啊！放心吧，严旦，我一定来。午时开席。是啊，天界的正宴都是正午开宴，入夜方歇，怎么啦？你别跟我说你来不了啊！是，其实……哎，为了这个邀请函，我可是花了重金给你打造了黑鱼精的假身份。你放心吧，到时候盛宴上鱼龙混杂的，没有人会怀疑你的身份的。是，其实我……其什么实？你又不是蝙蝠族的，难道还怕光不成？反正如果你不来的话，我们就不演出。我必来。到时候有惊喜啊！哎，是不是说田螺姑娘也会来？她要是来的话，那才好呢。不过她给了我很多启发，我在结尾处做了一些修改。严旦，还排不排了？3天后就要演出了，那么多话，能不能多亏感言时再说？哦，来了，记得。哦。我先力不稳，救严旦时更是虚耗了许多。如若日夜不休的加紧修炼，不知能否在盛宴当天白日化人成功，只能勉力一试了。连排了3夜，还有4个时辰就演出了，这上百个灯笼一个一个点，不得点到天亮啊！那怎么办呀？如果现在不点的话，更来不及了。严旦，你学了那么多法术，就不能一口气把这些全点了吗？我又不是应元君，我没有那么厉害。再说了，我是汉旦，我是属水的，火系法术我一点都不懂。严旦，你修为长了那么多，你试试嘛。那好吧，那我试一试吧。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，我再试一下。怎么回事呢？哇！好棒！好棒！哇！我点的，我厉害吧？厉害厉害！好险！多谢你了。方才我可都看到了，还是严旦仙法高强。一般一般了。我们继续啊！好。
修罗族以人骨为柴，以鲜肉为食，无不屠戮。若这光明非得由修罗族践踏我们的尊严和性命才能获取，那我宁愿亲手将它熄灭，在这黑暗中战斗至最后一刻。上古1358年，世间仅存的5位上神与上仙还清，射灭了象征修罗族统治的万古灯，创世之战由此掀开。龙族、九岐族、血鹰族、四叶汉旦族等数百仙族纷纷响应号召，加入战局。漫长的战役，漫长的牺牲，漫长的黑暗，只为证明尊严更甚于生命。应元君还是没有回来，估计你把我的事情给忘记了。怎么连云墨都没有来呢？你怎么才来？之夏，应元君肯定还在凡界散心呢，云墨或许被什么事给绊住了吧？你就不要太担心了。现在演到第2幕了，我马上也该上场了，你赶紧去准备准备啊！知道了。北冥仙君嫉妒星君，战争结束了，我竟然感觉不到结束的喜悦。134个仙族因此战而灭族，这是第135个。此族竟然有幸存，这是四叶汉旦。花开之时，祥瑞现世，正宜养在瑶池之中。你这妹妹
真会来事儿啊！先是元旦，以《创世英雄传》一戏，感谢诸神众仙的创世之功，愿三界再无战事，永志不忘以示先烈。欢颜如练，悲苦如己，浓者必哭，淡者履身。看来，应元君为你起的这个名字，很合适你啊。四叶汉旦，有女如此，看来你可以再一次光耀门楣了。元旦愚钝，幸而得到应元帝君的相助，才有了今天这场戏。愿不负帝君苦心，更愿三界再无战事，永记英雄。你看，此戏众仙家因你而欢颜，皆是因你之巧思啊！看来如一展欢颜。哎，看来帝尊是没有看懂这出戏。创世之战是何等艰难！此戏看似充满希望，实则是对战中牺牲者的叹惋与悲悯。方才殒命的北冥仙君在戏末出场，就是想牵引出在座各位仙家们的哀思。没有想到众仙家只有笑，没有泪。上古百余仙族就此灭族，众位仙家是何等心肠，还能流露欢颜？火德，你喝醉了。今日是瑶池盛宴，你赶紧回你的仙府去吧，何必在此失态扫兴？魔界之战，死伤惨重，堪比往日创世之战。四大帝君战死有3，基督星君、北冥仙君死于战争，这不是一宫一殿之悲，这是三界丧事。火德元帅，您喝多了，别再说了。你身为三界之君，不去神官林亲持丧仪，祝祷守关，居然在这里居功自傲，还庆圣果。天界兵将怎不心寒？此举怎能服众？老元帅，居功自傲的是你还是我？火德元帅，帝尊平日敬你重礼，只因三界之中你的仙灵最长，帝尊之容忍却令你愈加狂妄，这是犯上不敬之罪。来呀，我犯了天条啊！你是不是要立刻把我抓到天刑台上受刑啊？来呀！帝尊息怒。火德元帅，作为元军，支援除魔之战，想必战场辛劳过甚。即便如此，也不必勉强自个儿来辞。龙尊所言甚是，我天界并非没有修身养性之所，北冥仙君的故所玄心崖便是一处圣地。老元帅，从今日起便卸去你的兵权，到玄心崖颐养天年，也好寄托你的哀思和幽怨。你如此之下，本帅又何苦再为你带兵操练？与其日后独自在神官林里心寒，不如趁早去玄心崖里头养鱼浇花儿。放肆！帝尊，帝尊息怒。先是元旦有一言，或许可以解帝尊之怒。讲。昔日，应渊帝君曾经看过此戏，他曾言，
他所做的一切，并非是因为功勋和美名，他只希望未经战争波及之人可以永享安乐。是以严旦认为，无论是帝尊，还是火德元帅，你们的见解都无误，珍惜盛世，便是今年英雄。起来回话。帝尊，您与帝君相识万年，想必最了解帝君的苦心。我想您是不会怪罪于火德元帅的，对吗？这是自然。先是严旦，兰心蕙质，匠心独具，此戏理应夺魁。吾曾说，如在瑶池盛宴表演夺魁者，吾可以满足他一个心愿。严旦，你有何心愿？说出来吧。多谢帝尊。四叶汉旦一族，如今只剩下我和姐姐芷溪。姐姐芷溪身为妙法阁的副掌事，如今已经通过仙阶考核，待下凡历难后，便可以升仙阶。严旦想替姐姐下凡历难，由凡间经世事，写出更好的戏本。芷溪是500年前被魔界所伤的那个女孩吗？双生莲惯有一强一弱之说。这严旦如此机灵，先是被应渊君收回宫中，帮助降服通敌奸佞，现在又得到了帝尊的赞赏，孰强孰弱还不清楚吗？恭喜呀，升仙阶指日可待。只是这样一来，日后你行走在9重天之上，众仙看到你额上的仙殿，也只会想到今日严旦的出挑吧。无允了，你姐妹2人商量好时日，来日禀明天法处，便可替她下界历难了。多谢帝尊。帝尊，严旦还有一个不情之请。哦。严旦与应渊帝君主仆一场。昔日魔界奸佞攻上天庭时，多亏帝君所救，我才苟活于此。而此物，就是当时帝君所救时留下来的。如今旧物未还，帝君未归，严旦无颜离去。愿帝尊开恩，待严旦向救主叩恩，再行下凡。你倒是个忠仆啊！只是3大帝君心丧，只有冀都星君殒命。应渊帝君心情沉重，他已下凡去游历，吾也不知他何时可以放下自责，回归天庭。那帝尊可知应渊帝君现在伤势如何？他的伤势无碍。这样吧，等到应渊帝君回到天界，吾会告知于你，准你主仆2人话别，你再行下界。谢帝尊厚恩。姐姐，我刚才表现是不是特别厉害？你听到了吗？帝尊说了，你不用下凡了，我替你去就可以了。为了这出戏，我可是不眠不休的排了好几天呢。你都不夸夸我吗？你若想出风头，何必顶着帮我的名义？哎，你怎么了？不是你说的吗？你不想下凡历练？我不耐下凡的繁琐，是我不想，而不是我不能。你今日所为，是想告诉天界我的无能吗？还是你觉得我注定是双生莲中的弱者？那为何不干脆一些，在众仙面前比个高下？他昔日能击破我的仙法，几招收服浅云宫掌事，要打赢你，太轻松了。芷溪啊，以你的仙力，严旦恐怕不屑出手与你过招呢。
你不要胡说八道。姐姐，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情了？或者我说了什么话让你伤心了？你告诉我好不好？哪怕你打我几下都行。我做的这一切真的只是想让你开心。你不是我，怎么会明白我的心事？你以为你这样做我会高兴？你以为你不还手，我就会沾沾自喜地赢了你？可你这样做，只会让我更难堪。姐姐，不是你说的吗？我们姐妹之间要互相保护。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，是不是我做的不对？那我做错什么？你告诉我。颜淡，往日你仗着帝君的宽和，任性妄为，如今你还借着帝君的话在盛宴上惺惺作态。马屁拍得好是你的本事，但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，在盛宴之上喧哗吵闹，是失礼不敬之罪。我要去莲池旁赏花散步，你是要继续留下来与你妹妹拉扯不休，让人看笑话，还是清静一二？自个儿选吧。姐姐，你别跟他走。